苏晨，当年为了凑够你的欠款，我变卖家产，甚至还借了高利贷。可绑匪收了钱以后，最终还是撕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辛苦工作还债，却还是没能补上这个窟窿。老公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老公，喊谁老公呢？认错人了吧？云秘书，哼，哟，黄总，老公，你真的没死？死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陈哥借高利贷被绑架撕票，还有火葬场的死亡证明，那都是我和陈哥给你做的局。老公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慧慧说的没错，黄舒瑶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而我忍了你10年。你知道我这10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我每天要面对你有多恶心吗？哪像慧慧，年轻漂亮又懂事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我当初要跟你离婚，你肯定不会答应，所以我就假死，贷款了30年，让你来继承我的债务，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你们这对贱人，我要弄死你们！苏晨，苏晨，苏晨，你停止！苏晨，原来他们就是为了骗光我的钱，好双宿双飞。苏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重生了！我重生了！我真的重生了，重生到苏晨欠下高利贷被绑架的那天。上一世，苏晨拿了我的钱假死脱身，和林慧那个贱人双宿双飞，而我眼盲心瞎，没看出他们的诡计，竟还傻傻替他们填坑。你老公现在在我手里，他欠了我们3000万，这钱你得替他还。什么？怎么欠了这么多钱呀？你看你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我的公司现在负债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警告你，逃不出来你跟他收尸吧。哎，你别伤害我老公。苏晨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上一世我刚接完电话，婆婆就进来了，催我去借高利贷。谁知这竟是我落入深渊的开始。哎呦，舒瑶啊，你老公他……哎呀妈，你可算是来了！苏晨他在外面欠下了3000万的高利贷，他们打电话说不还钱他就要弄死他。妈，咱们得赶紧凑钱把他给救出来呀！谁说要跟你一块凑钱呀？上一世就是你在我面前不停地暗示我去卖房子借高利贷，我才人财两空流落街头的。妈，苏晨他可是你亲儿子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你难道就忍心看着他被别人折磨死吗？妈，哎呀，可是我这一把老骨头，你让我上哪儿给你弄个3000万？哎呀妈，你老家不是还有套房吗？要不咱们先拿出来把它卖了，应应节。什么？那老家的房子可是我和你爸的根儿，那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妈，您说是您这根儿重要，还是您儿子的命重要啊？对了妈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有一个贷款平台，您信誉好，肯定能借一大笔。咱要不先度过这个难关？
你让我一个老太太贷款，我哪会弄这些呀？你怎么不去贷？妈，你以为是我不想去吗？还不是公司现在负债太多，根本借不到钱。我已经联系了中介公司，把这套房子还有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卖出去了，但是还差1000万。那能不能跟他们商量一下，少要一点，或者分期付款？哎呀妈，苏晨他借的是高利贷，咱们只能凑钱，不然的话真的要被撕票了。那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出啥大事了？出啥大事了？婆婆见我犹豫，就喊了亲戚过来轮番教育我，逼我就范。到底咋回事啊？哎呀，你们可算是来了，这日子我真是没法过了。舒瑶，你别急，咱慢慢说。苏晨在外面借了3000万的高利贷，刚才压寨的打电话说要是不还钱就要把他弄死。为了救他，我已经把所有的家产都给卖出去了，但是还差一大截。可是我妈她是一点儿她都不管了，她还是她的亲儿子呀。这就是你不是了，孩子有难，当父母的不搭把手。这儿媳妇都做到这份上了，你这当妈的怎么能撒手不管呀？哎呦，你让我一个老太太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那再说了，他还有个公司呢，那么大的公司，那实在不行，把那个公司卖了不就好了？是啊，舒瑶，你妈的年纪大了，怎么可能掏得出这么多钱？你那个公司应该值点钱吧？公司是还有点价值，但是现在背着债，根本卖不出价钱呀。就算卖出去，最多也只能卖出去2000万。既然妈帮不上忙，我也凑不出钱，那就算了。要不然，只能怪苏晨他自己命不好。哎，他说的怎么都是我的词儿啊？你这当妈的，好歹也帮衬帮衬啊！那可是你亲儿子不是？对呀，总不能看着出事儿啊。就是。那你们有钱，那他大姨、他二姨，要不你们先借点。我猜那个黄叔现在应该在拼命筹钱吧？陈哥，等拿到这3000万，我们就去环球度蜜月，好不好？好，只要宝宝想，去哪儿都行。你说那个黄舒瑶要是知道这事是咱俩做的局，怕是头都要气歪了吧？那也是他活该，我忍了他10年，早就受不了。哪像你呀，既温柔又年轻，我真是爱死你了，宝宝。你说那个黄舒瑶，他到现在都没联系，他会不会是不想出这个钱呢？不可能。再说我妈不在那儿，就别操心了啊。可是他万一真的不管这个事儿，那咱们这么长时间的戏不就白演了吗？不行，我得打个电话问问。他大姨、他二姨，那你们有钱，要不你们先借点？真的没有钱。黄舒瑶，我看你是不想要苏晨的命了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弄死他！别，我们还钱，你别动他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？你现在能不能让我老公说句话呀？让黄舒瑶出大头，我出小头，等到时候钱被我儿子拿到手，我们还是纯正。老公，老婆救我！他们真的要杀了我！就差临门一脚了，我得装得真一点。喂，妈，救命！儿子，你别害怕，你欠的钱，妈一定给你还上啊！妈，我对不起瑶瑶，我糊涂了，听见了？再不交钱，废他一只手！哎，别打我儿子，我们现在就去凑钱啊！好一个母子情深啊！要不是我重生了，恐怕还真识破不了这些鬼话。舒瑶呀，妈知道你也不容易，剩下的钱妈来凑。
你装的可真像，连我都差点信了。这还不是为了咱们的幸福考虑呢？哎呀妈，这可咋办呀？哎呦，剩下的钱妈来凑。终于上钩了。妈，可是你就算把房子卖了，也凑不出1000万啊。那实在不行，妈可以借。哎呦，二婶子，瞧这记性，我家那口子早晨就说不舒服，我赶紧先回去了。二嫂，我也得走了，我的孙子还等着我去接呢。走。哎，苏晨，上一世你们一家子对我做的一切，我会让你们加倍奉还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老家的房子也卖了，高利贷也借了，你们一辈子都欠我的。妈，钱没了还能再赚，要是苏晨没了，那可是一辈子都买不回来啊！要不是为了掏出你那2000万，我才不会费这么大劲。黄书瑶，这笔账我必须算你头上。这老狐狸早就算计好了，不过你放心，这里的钱你儿子1分也拿不到。上一世交钱的地点是他们定的，我根本没考虑这么多，才会导致苏晨能假死脱身。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他们得逞。陈哥，等一下我接个电话。哎，烦不烦？让他再等会儿。陈哥，先办正经事，等有了钱，以后咱们有的是好日子。下午3点，城西老工厂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不对，有问题。不对，有问题。有什么不对？他愿意凑钱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城西老工厂那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万一他派人蹲在那儿，等咱们一露面就冲出来，那咱们不就完了？会的，你就是想的太多了。黄书瑶那么爱我，那么听我的话，遇到这种情况他早就杀了，哪还能想那么多弯弯绕绕？再说，不还有我妈一直在那盯着呢？等咱们凑够3000万，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。舒瑶，那城西老工厂可是郊区，你去那儿干嘛？妈，万一咱们拿钱去救人，他们威胁咱们不放人怎么办？咱可是掏空了家底去救人的，不得不防一手啊。妈，你跟我一起过去吧，要是有什么事，你随时报警。好。上一世的今天，城西老工厂违法爆破拆迁，砸死了里面2个贪玩的孩子。这次我要把你们亲手送进废墟。这什么破地方？陈哥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？这破地方有老鼠。一只老鼠而已，等拿到钱咱就撤。妈啊，你就在这等着吧，有什么情况你随时报警。哎，好。苏晨，这一世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苏晨，苏晨，你在里面吗？来了。苏晨，钱呢？你别动他，不然我绝对不会把钱给你的。给我老实点！你放了他，我把钱给你。你当我傻？把钱给我送过来。好。罗哥，抓好了，
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炸弹！哪来的老婆子？赶紧滚蛋！这里不能炸，这里面还有人呢！放屁！这荒郊野岭哪来的人？赶紧滚！你们要是敢炸的话，我就敢报警。不是，我说你个老东西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敢报警，我就弄死你！走！哼！这怎么关不掉啊？哎呀！谁在外面？你敢报警？我没有啊！苏晨，快跑！有炸弹！哎呦，儿子，来不及了！儿子，妈，你醒了？还有脸来？我儿子呢？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？妈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医生说了，您需要静养。我怎么冷静？那是我的命根子呀！你个天杀的！你老公出事儿，你竟然丢下他不管不顾！我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才有你这样的儿媳妇！苏晨他是我丈夫，但是妈，你在我心里一样很重要的。那天看见房子塌了之后，我就立马冲进去救你。若您放心，苏晨后来也被救援队给救下来。儿子，妈，儿子，晨儿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呀，晨儿！家属冷静一下，病人需要立刻抢救。晨儿，妈，您就别耽误人家医生治疗了。是你找人炸的那个场子，你想害死我儿子！是你找人炸的那个场子，你想害死我儿子！妈，您在说什么呢？苏晨他是我丈夫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嫌弃我儿子欠了外债，成了你的累赘，你就是想害死他，你这个黑心的毒妇！妈，那你真是冤枉我了。为了救他，我把家里的房子、车子都给卖了，而且他是我丈夫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？我呸！你就是在做戏，你就是想独吞家产，就是想脱离我们苏家。大家伙快出来看一看呐！大家伙都快出来看一看呐！这个恶心的女人想要杀人灭口，想要害死我儿子。这是医院，禁止大声喧哗。同志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把这个杀人犯抓起来！抓起来！阿姨，什么情况？您慢慢说。她是我儿媳妇，她找人炸了城西的废工厂，她想害死我儿子。我儿子现在还在手术室里边做手术。警察同志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同志，您千万别听我婆婆瞎说，我是苏晨的妻子，我怎么可能会害我丈夫呢？警察同志，你看他没有一点悔过之心，你快把他抓起来！抓起来！你是苏晨的母亲？没错，我可以作证，就是他害死我儿子。既然家属提出了指控，这位女士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程霞，你以为用计谋不成，就想用警察把我摁死？你应该还认为林慧已经拿到3000万了吧？可惜，这一事我早有准备，而那些赎金也早就被我换成假钞了。关于你婆婆指控你策划爆炸杀害你丈夫一事，你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？同志，这完全就是一场误会，肯定是我婆婆看苏晨重伤之后一时慌了神才说胡话的。胡话？我如果真的想害我丈夫，为什么要掏空家底去凑这3000万的赎金？同志，在我丈夫被绑架之后，每次和对方通，
我都有录音保存。王女士，录音可不能作为案子的关键证据。那如果我有和对方递交赎金的视频证据？这个 U 盘记录了我今天下午的全过程。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承包商违法爆破造成的事故。钱拿到了吗？放心吧，陈哥，满满一大袋子呢。只是最近风头有点紧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那就好。对了，黄舒瑶呢？医生，苏晨在哪个房间啊？前面308。谢谢。放心吧，儿子，黄舒瑶那个贱，妈已经报警把他送进去了。我判他个几年，他别想出来。这样更好，还省得咱们计划。陈哥，等你病好了，咱们就离开这儿，让黄舒瑶那个贱人自己收拾烂摊子去吧。舒瑶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啊！都怪我不好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要不是我选择的那个地方，也不会出现这么多事。老公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啊！舒瑶，妈，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太担心苏晨，所以才慌了神说那些话的。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跟警察解释过了，他们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。而且这次的事根本就不是意外，是那个绑匪团伙，他们涉嫌高额的诈骗和绑架。幸亏我带了一个隐形摄像头，我全部都给拍下来了。妈，你不用担心，警察说咱们那些钱很快就会追回来了，而且那个绑匪团伙也很快就要落网了。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林慧，是一名律师。我在网上看到了苏先生的遭遇，非常的同情他，所以我主动接下了这个案子，希望能替受害者主持公道。林律师，听你声音有点耳熟，咱们两个是不是在哪见？这可能是我平时开了很多讲座，你应该是听过我的讲座吧？啊，这样啊，林律师有心了。妈，苏晨他现在什么情况？严重吗？我这苦命的儿啊！那医生说脑袋撞得严重，要开刀，但是最好的结果呢，也是个植物人。哎呦，我这可怜的儿啊！你咋这么命苦啊？你咋这么倒霉的呀？阿姨，你别哭坏了身子。您放心，既然我接下了这个案子，一定会替咱们主持公道。演的可真像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哎呀妈，你别光看医生说什么呀，苏晨他命硬，肯定能醒过来的。对了，今天晚上我就回去收拾东西，明天我就过来跟苏晨天天在一起。苏晨现在都这个样子了，我一定一辈子都不离开他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妈还有力气，能照顾了他。你那么大公司，你天天在这儿的话，那公司咋办呢？哎呀妈，这哪行啊！你年纪这么大了，身体哪能吃得消啊？而且苏晨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要是对他不管不顾，那我还是人吗？我嫂子，你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。苏晨，这一世我要亲自把你送走。妈，你不是说报警把他抓进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谁知道他在搞什么鬼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怎么弄啊？不对，他肯定察觉到什么了。他要是天天在这的话，咱们找不到机会不说，之前所有的事情不都暴露了？没关系，陈哥，起码现在钱已经到了我们手里。明天一早，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。不好了，嫂子，你快来医院吧！苏先生他死了。什么？苏晨，
既然你这么着急相死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慧慧，这次你假死这招靠不靠谱？你就放心吧，陈哥，所有材料我都备好了，就算是那阎王小鬼来了，都分不出真假来。等拿到这笔钱，咱们就离开这儿。不愧是我苏晨的女人。哎呀，陈哥，这可是医院，万一他黄书瑶来了怎么办？怕什么？他一个被咱耍得团团转的废物，他能掀起什么风浪？陈哥，你先把这个药吃了。这个药能让你在4小时之内暂时昏迷，就算是院长来了都查不出你是假死。还是你想得周到。待会儿我送你去火葬场，等路上我找机会把你转移，这样那黄鼠瑶根本找不到尸体。苏晨，苏晨，老公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啊！嫂子，你节哀，医生已经尽力抢救了。你胡说，他怎么可能突然就……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医生，医生！嫂子，我也不愿意相信。可苏哥是心脏突然骤停，我亲眼看着医生抢救了1个多小时，最后还是没抢救回来。装的可真像你，老公，你怎么能忍心留下我一个人就走了呢？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吗？老公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快说句话呀！嫂子，死者为大，你也别太激动哦。老公，你快醒醒！我知道你没死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你快点给我起来！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你快点给我起来！嫂子，你别打了，再生气也不能下死手啊！陈哥他已经走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你们两个一起合伙来欺骗我的，是不是？嫂子，我……苏晨，你快点给我起来！你怎么能欺骗我呢？嫂子，你别打了，陈哥他会疼的。我是说，陈哥在天有灵，看见您这样，他心里面一定也是不舒服的。嫂子，我知道您接受不了，可是苏哥都已经走了，我们要接受现实。不好意思，林律师，我刚才实在是太激动了。嫂子，这是陈哥的死亡证明，您节哀。你们好心机，有了这张证明，你们就可以假装火化，然后带着钱跑路。而我上一世还捧着这张纸，一边哭一边替你叔婶烂摊子。都怪我，如果我没有选择那个地方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意外了。嫂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相信陈哥在天之灵一定也不想看到你这么伤害自己。你说的对，死者为大，但我不想让苏晨这么冷清的就走了。我决定，我要为他守灵3天。3天？你是不是也觉得3天时间太短了，不能表达我的哀思？那我就为他守灵1个月，到时候叫着公司的所有员工都为他悼念。守灵1个月，就算不被揭穿，他也不早就被饿死了呀！不行，他绝对不行！怎么了，林律师？为什么不行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怎么了，林律师？为什么不行啊？因为程阿姨之前说过，在苏哥走后要早日火化，让苏哥早日入土为安。好，不过我老公生前是一个善良本分的人，他不止一次跟我提过，希望自己死后能为社会做出贡献。你好，器官协调中心吗？我丈夫今天刚死，我要捐献他的所有器官。什么？捐献所有器官？怎么了，林律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嫂子，你哭了这么久也累了吧？快喝碗养生汤暖暖身子。上一世我就是喝了这碗汤才不省人事，这汤一定有问题。不用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根本没心思喝。要不你喝吧。嫂子，你还是喝点吧，这苏哥的后事还得都由您操办呢。你累了这么久，还是喝点补补身子吧。老公，你生前最爱喝酒，今天我就以汤代酒，敬你一杯。
嫂子，这汤是给你补身子的，又不是用来敬鬼神的，这洒了多可惜啊！哦，可惜。陈哥生前那么善良，他一定不想看到您为他浪费东西。嫂子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喝点吧，后面还有很多事要您操心呢。你好，请问是哪位家属联系的器官捐助？是我老公。嫂子，器官捐献这么大的事儿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医生，我老公他生前特别善良，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，希望自己死后能为社会做出贡献。今年他意外的去世了，我希望把他的器官给捐献，应该就是完成他遗愿最好的方式吧。阿姨，黄书瑶他已经疯了，他要把陈哥的器官全都捐出去。什么？你赶紧拦着他，不能捐！我马上过来。我代表医院和受捐献者由衷的感谢你和您家人的大爱。不过我还是需要确认一下，您确定是要捐献出所有的器官吗？确定，请您检查，只要有能用的，全部都捐献。好的，我会对逝者身上器官进行评估，判断身上哪些器官符合捐献标准。医生，尽快开始吧，我也希望我丈夫帮助到有需要的人。不能捐！不能捐！林律师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嫂子，捐献器官是大事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哦，你说的对，医生，实在是我考虑不周，光捐献器官还不够，要是有哪些不能用的器官，还有遗体，都一并捐给医学院吧，让我老公的遗体发光发热，为医学教育事业也做出一份贡献。嫂子，不可以！林律师，你到底是有什么意见？嫂子，陈哥生前他没有明确的遗嘱，这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。而且这件事情，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尊重一下陈阿姨的意见？林律师，你屡次三番的阻止我，我希望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，我才是素晨的妻子，我有这个资格做决定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代理律师而已。我们两个谁更有话语权？相信在场的人应该都清楚吧。这位女士，请你出去，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嫂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对陈哥！放手！林律师，我明白你的好心，但是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劝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拜托你了。好，我会立即进行初步评估。我可谁敢动我儿子？哎呦，儿子，我的儿子！妈，你这个黑心的毒妇，你不光克死了我儿子，现在连他死了你都不放过，你的心怎么那么黑呀？今天谁要是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他拼命！黄女士，这……妈，你……我们不捐了，听懂没？赶紧滚！哼，我儿子死了，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，一天光想着怎么折腾他了，你怎么不把自己给捐了？妈，我只是想帮助苏晨完成他的遗愿而已。你放屁！我怎么没有听他说过？你要捐，捐你自己的。目前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陈儿的尸体火化，让他入土为安。嫂子，陈阿姨说的对，刚好我在火化场也有认识的人，这件事情就由我全权负责吧。作为陈哥的代理律师，我也想为他尽最后一点心。好啊，妈，今天的事是我做错了，要不您先喝杯汤顺顺气。不能喝！啊！林律师，
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处处阻拦我也就算了，还把我给我妈准备的汤给弄洒了。嫂子，那汤它都凉了，凉了就不能喝了。陈阿姨年纪大了，喝了会拉肚子的。算了算了，现在呀，我和林律师赶紧去安排苏晨火化，你先回家等着吧。妈，我跟你们一起过去吧。哎呀，火葬场那个地方阴气重，你平常又不太注意养生，去了容易生病。是啊，嫂子，我看你脸色也不好，你还是先回家吧，这儿有我和陈阿姨呢。妈，我是苏晨的妻子，我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过去呢？我肯定要送他最后一程，你们就让我过去吧。王书瑶女士，你支付的3000万赎金，我们已经追回来了，请尽快来办理手续。太好了，谢谢警察同志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妈，你听到了吗？咱们的3000万赎金已经给追回来了，我现在就去相关部门一趟。好事儿啊，那你赶紧去。行，那火化的事情就交给你和林律师了。苏晨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钱在你手里吗？怎么会被警察追回来？我不知道啊。不行，我得过去看一眼，万一真的被警察发现，顺着线索摸到咱们头上怎么办？现在苏晨躺在这儿，钱在林慧手里，万一警察追查，这丫头片子卷钱跑了，我岂不是人财两空？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也一起？可陈哥他……哎呀，黄书瑶那个女人已经出去了，你担心什么呀？不会有什么事儿的，赶紧走，前面带路。还在？那为什么警察跟黄书瑶说把钱追回来了？不好，我们中计了。死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陈哥借高利贷被绑架撕票，还有火葬场的死亡证明，那都是我和陈哥给你做不行。我当初要跟你离婚，你肯定不会答应的，所以啊，我就假死，贷款了3000万，让你来继承我的债，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喂，是殡仪馆吗？我丈夫刚刚去世，请马上派车过来。黄书瑶，你个贱人，不能火化！陈哥去哪儿了？肯定是黄书瑶那个女人干的。苏晨，我早就知道你没死，我更知道你早就跟林慧搞在一起了。这次所谓的高利贷、撕票、死亡证明，都是你们俩还有你妈一起做的局，对吧？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恨你的。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这个做妻子的就成全你。不只是你，还有林慧和你妈，我都会送下去陪你的。好了，你就安心的离去吧，毕竟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你需要留恋的人了。可能你想问，为什么我连这些都知道？那是因为这所有的一切，我都已经经历过了。师傅，麻烦您再开快一点吧。我婆婆想抢我老公的遗体拿去捐献，
可是我只想让他完整的走，拜托了师傅。黄书瑶这贱人，竟然敢挂我电话！哎，你儿子都被拉去火化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什么？哎，你怎么推进来了？都会排队。排队？还要等多久啊？今天人挺多的，估计还得2个小时吧。不行，大哥，我有急事，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，先火化我老公？你这是违反规定啊！来的人都说有急事，都来先火化，这不乱套了？大哥，哎，求求你就帮帮我这一次吧！我婆婆想拿我老公的遗体去捐献，可是我只想让他完整的下葬。不行，要是现在不火化他的话，一会儿等我婆婆来了，他就连一个完整的遗体都等不到了。这我也决定不了啊！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大哥，你肯定有办法的。我老公他生前对我特别好，我实在是不希望他死后连个全尸都留不了。大哥，求求你了。那行吧。黄书瑶，你给我停下！啊！可以开始了。大哥，能不能亲自让我送我老公最后一程啊？行吧，你按这个红色按钮，炉子会自动启动。等这个温度达到1000度，炉子会自动停。再按这个红色按钮，就可以取骨灰了。谢谢。苏晨，我知道你听得见，我不确定你有没有痛觉，但是我希望你有，毕竟活人被火化，你还真是头一个呀。好好感受吧，这就是你们骗我、害我应得的下场。黄书瑶，你住手！住手！黄书瑶，你住手！妈，你们怎么来了呀？我要是再不来的话，你都把我儿子火化了！嫂子，陈哥好像动了。动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死亡证明是你给我的，要是出什么差错，就相当于谋杀，你承担得起责任吗？你少废话，赶紧滚！你没有资格待在这里。妈，我才是苏晨的老婆，我只不过是想送他最后一程，我有什么错呀？明明是你害死了陈儿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谈对错？赶紧滚！吵什么吵？这里是殡仪馆，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。后面还有其他人在排队，别在这儿耽误时间。不能啊！我儿子不能火化。妈，你就别闹了，不然苏晨他会死不瞑目的。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你赶紧滚！反正今天我儿子不能火化。你赶紧让开，别耽误其他人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儿子，儿子，我的儿子！你快让他停下来，停下来呀！别拍了，火化炉一旦自动启动，不到结束，中途是不会自动停止的。哎呀，我不管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让他停下来呀！你别难过了，可人死不能复生啊！你要是这样的话，让他死的怎么安心啊？哎呀，儿子，不好，温度超了。温度超了会怎么样？最高安全上限是1000度，温度超了恐怕连骨灰都剩不下了。儿子，温度超了，温度超了会怎么样？温度超了恐怕连骨灰都剩不下了。
造孽呀！真是造孽呀！阿姨，你冷静点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老公，你就安心的离去吧，以后我会照顾好咱妈的。黄书瑶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为什么？现在我儿子没了，你把我儿子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你把我儿子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放开！妈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根本没有心思接电话，而且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，如果苏晨死了，以后我一个人该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人死火化，入土为安，不是你们一直强调的吗？为什么还要一直拦着我？明明是你害死了我儿子，你把我儿子还给我！妈，苏晨他是爆炸炸伤不治而亡的，死亡证明都是林律师交给我的，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你放屁！我儿子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你说什么？苏晨他没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真的，苏晨他确实没有死，他只是吃了麻醉药，过2个小时就会醒的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刚才苏晨被推进火化炉的时候是活着的，还是被活活烧死的？真是造孽呀！造了天大的孽呀！我刚才就好像看到他的脚动了一下，我还以为是我出现幻觉，是因为太想他了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我的晨啊，是妈妈害死了你呀！都是因为你非要活泡我儿子，要不然不会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，别吓我！妈，陈阿姨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老公已经死了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嫂子，我没有胡说，陈哥他真的没有死。那份伪造的假证明是你亲手交给我的，就是因为那个证明，我才相信苏晨已经死了，才带他来火花间的。不是嫂子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什么？就是你害死我的老公，你还我老公命来！既然都报给我，那我就不妨告诉你，其实这都是我和陈哥的计划。原本我们是想拿到钱远走高飞的，谁知道就真把陈哥火化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样那3000万都是我的。你个杀人犯，我要报警抓你！报警？你又没有证据，拿什么抓我？不过我也不会继续在这碍你的眼了，我马上就要去荣国，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有机会再见了。你还是输了。你站住！已经过了最佳抢救时机了，家属请节哀。苏晨，我说过，我会让所有人都下去找你。我猜你现在应该是准备拿钱跑路了吧？是又怎么样？黄舒瑶，难道你还能拦得了我？我不拦你，不过你不妨打开包，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。假钞，这不可能！不许动！警察！那个，你婆婆现在火化吗？我给你打个8折。